英惠姑娘，你没什么事吧？怎么又是你啊？我们梁氏草春堂不欢迎你这种山贼草寇，你出去！哼，你以为我想来吗？梁柳，你别在这儿装了，再装的话，连你娘都认不出你了。你这个山贼草寇，你满嘴的胡言乱语！我告诉你，你瞪大眼睛看清这个小白脸，不要被白花花的银子给蒙蔽了，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。别让我再看见你！哼！哎，怎么只有一本《红囊经》？《青囊经》在哪儿呢？不准！你站住！你站住！把话给我说清楚。谁看上小白脸了？谁看上白花花的银子了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那你说，到底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为什么有什么用？只会帮倒忙。我告诉你，你最好说话算话，赶紧把红囊经给交出来，否则下次见到你，我绝对不会跟你客气。你什么时候跟我客气过？不准！啊，银慧，你来了。我听大师兄说，香菱姐为了我家的静儿，3天3夜不眠不休。我听了之后，也很感动，也很舍不得。唉，如果将来我也能遇到这么一个人，会不眠不休地照顾我。那我也不枉此生了。是啊，当一个人最痛苦、最难过的时候，身边如果能有一个不离不弃、关心他、照顾他的人，那是最幸福的事儿了。不过，我家人都不在了，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有人这样对我了。会的，你将来一定会找到的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黄甫密他们都是好人，这本红囊经我还给他，希望对他有帮助。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一生中需要隐藏多少秘密，无数个辛苦和伤痛，人世间恩恩怨怨，许多悲和苦，让所有的错过随风飘走。纵情在一瞬间，曾经拥着我的肩，一生的爱无悔无怨。花开的那静儿，你快点好起来吧。你知不知道，
你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很担心。走到永远。一生的情需要多少承诺？一个传奇的故事，看见梦一念之间，花泪为花碎。香菱姐，为什么老天要跟我开一个如此大的玩笑？为什么你是我的师娘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一对平凡的恋人一样，彼此相亲相爱，永远在一起？为什么现在会落到这种地步？我不懂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温暖我，只为一生的承诺。静儿啊，你看啊，红囊精啊！啊！荒唐！这个梁柳可真是个混蛋，这分明就是挑衅！磨叽啥呀？快点！哎，吴头领，吴头领，这是我们老大给你准备的窖藏几十年的好酒。来，哎，坐下。今天咱们呀，好好喝2杯。今天不喝酒，今天有公事。那行，我让兄弟们带回去。哎，带回去。哎，啊！哎，拿着。吴统领，请说。不准兄弟，可别怪我多事。最近朝廷草木皆兵的，到处都是麻烦，但最麻烦的就是逃匿的宫女。宫女？她能怎么样？抓到她，能充盈国库，还是说能平定边疆之乱呢？啊，我看那皇上是想打仗不成，闲着没事。我跟你说几件事儿，你就明白了。这第一，为了找他，皇上委派朝廷2大最高权臣来共同负责此事。这第二，这个宫女逃跑的那天夜里，她的父母双双死在御医馆。这第三，根据追查结果，她方向明确，有投奔之处。你知道她去了哪儿吗？神针堂。现在除了皇子的病，没有任何事让皇上如此牵挂。所以我推测，这个宫女的秘密一定与皇子的病有关。真的是他？看来梁柳你还挺有手段的。义父可认得这个？红囊经，后生可畏啊！你既然做到了这一步，那我不妨告诉你，这本《红囊经》根本就是个狗屁。你知道那个宫女是谁吗？朝廷为什么会煞费苦心的去抓她？说起来，这个人还和你颇有些渊源。哦，你师祖华佗当年在狱中拷问致死，临终前曾把毕生绝学写成一本书，取名《青囊经》。连这你都不知道，可见你从不曾认真学医啊！请义父赐教。
青囊经并非一气呵成，华佗终其一生，临终之前才完成这本书。他把他来不及传给徒弟的部分，送给了善待他的狱卒，而这个狱卒，则凭这本医书，苦学10年，竟学会了高超的医术，辞了公职，开了医馆。这本青囊经这么神奇啊！一个普通人都能自学成医。不错，如此旷世奇书，本不该就此淹没无闻。恰恰因为先皇讳疾忌医之举，于是与华佗神医相关的一些话题，一时间人人尽记，所以才成就了那名狱卒，得以有充足的时机参阅医书。那这书没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青囊经又突然现世了？3年前，皇子失足落水，落下抽搐之顽症，经久不治。皇上广招天下贤才，重金悬赏能治愈小皇子顽症之人。那狱卒便接了皇榜，进宫治病去了。从此一举成名，被皇上留在了御医馆，专门医治皇子。那既然此神医在御医馆，那干嘛总是3番5次跑到神针堂去找善真呢？你当真相信一个自学的大夫能有多高明的医术本领？不过是仗着《青囊经》所记载的病例照猫画虎，初次入宫被他误打误撞救活了皇子，骗过了皇上罢了。他原本可以安生地做他的御医，可若说人死于非命，多数是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。那狱卒成了御医后，便把妻女一并弄进皇宫当差，于是小人得志，到处吹嘘，显摆自己有一本医学宝典，皇子的病能否治愈，全在这本书上。皇上知道了，便要他献出医书。他竟然想连夜携妻女逃跑，终找杀身之祸。哦，那个逃跑的宫女就是那个狱卒的女儿，那青囊经就在她的手上。青囊经共分4卷，如果我没料错的话，善真和你的父亲应该各自保存1卷，而那宫女所拿的那1卷，恰好记载着治好皇子的关键所在。义父，是如何知道这些的？现在你也知道了，除了你我之外，知道这件事的人全都死了。哦，那皇上为什么要杀他？皇上不就是想把他找回来治皇子的病吗？皇上只想要青囊经，并没想杀他。人是我下令杀的。义父，你为何呀？如今天下纷争，局势不明。我司马奎手握兵权，若不为自家血脉争一争这江山社稷，岂不愧对我手中的权势？可惜丽妃至今无后，老夫好歹要替她争取这些时间。所以，皇后之子的病能不能治好，什么时候治好，都要我说了算。你明白了吗？义父，明白了。此事不可声张，你只要把人看牢，寻找青囊经即可。也许那皇甫谧也在寻找此书，切记不可再让那宫女回到神针堂。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无论如何，就是不能让皇上的人找到她。
梁公子。英惠啊，梁公子，你干什么呢？我正找你呢，出去了。哦，我刚才捡到一本书，叫什么《红囊经》，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，所以过来找你，看看你知不知道。啊，你从哪儿找到的？你就只管说是不是你的吧，不是我去找别人。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太好了。梁柳，你给我出来！梁柳，梁柳，梁柳，你这个缩头乌龟，有种出来见我，别藏藏掖掖的！快松手，休得无礼！不知皇甫兄到我府上有何贵干？好你个梁柳，你只会耍阴。这个是你的吧？把我的红囊经还给我！你，这……哦，你，哎，皇甫兄，这位是英惠姑娘，她是我府上的客人，你有什么话好好说，你不要难为她。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，怎么了这是？英惠，原来你是这样的人，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就这样对我？你把我们神针堂上上下下弄得死去活来的，你居然跑到这儿来做客人？啊，可能我弄错了。你们两个根本就是一伙的。到底我们神针堂有什么让你们两个费尽心机的来算计我们呢？难道就是为了这本红囊经吗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不是的。哦，英惠姑娘，原来这本书是皇甫兄的，那快给我，还给你，太无礼了。既然书已经拿到了，就不要再耽误我做生意，请你速速离开我的梁府。喂！怎么又是你这个山贼草寇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干嘛把一本假的给我？你嘲笑我不识字是吗？你跟梁柳本来就是一条心一伙的，我真的是瞎了眼，不该来救你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本书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。其实我……哦，我算是明白了。那日你偷偷的跑到英惠姑娘的房间，就是为了偷这本红囊经，对不对？结果你错拿了汤头歌集，现在你反而冤枉我，你好不害臊！你那天来找我，就是为了来偷东西的吗？哎，姑娘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梁柳，我跟你没完，走。喂，别走啦！哎，你真的喜欢他？你管那么多事情干嘛？胡思乱想。哦，被香菱姐说中了。哼，你还有时间操我的心？香菱姐的事你不管了？你怎么知道我不管？我本来呢是想进宫里边跟皇上去谈条件的。你笑什么笑啊？英惠那么忘恩负义，要是惹火了我，我就进宫去告发她，拿她来换我香菱姐的自由，怎么样？啊？皇甫谧，怀疑你是假的，快把人皮面具摘下来！哎呀，我这不是没有去吗？哎呀，香菱姐呢早就已经告诉我你喜欢她，所以呢我就改变了主意，直接去找梁柳算账。哎，没准儿你真的可以拿她去跟皇上谈条件。你说什么？拿皇子的命换香菱姐姐的自由，可以呀！师弟，不好了，师傅的族人他们又来了。啊？哎，香菱姐，听闻你把神针堂打理得还不错，不但救皇子有功，为神针堂增了光，现在还求得了皇上御赐的贞节牌坊。之前是我们错怪你了，
不过也不能全怪我们，你当初也太放肆了些。只要你们别再生事，各安天命，从前的事，既往不咎。你这穿的是什么？皇上赐的贞洁长袍，代表忠贞不移，坚贞不二。快点脱了它！静儿，刚才长辈说的对，你已经能独当一面了，不能再像从前那么任性。我们大家都等着你重振神针堂呢。到时候大家努力把神针堂发扬光大。其实我这样挺好的，有了他，梁柳再也不敢来找我麻烦了。来了！大哥，这帮民工啊，都让我们打发走了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。好，那就在那个贞节牌坊上面写一个冤字。冤？我会写，大哥，你行不行啊？行。好了，写好了。看看你写成什么样！走开，走开，这还缺了一点呢。是吗？一点，看看，这里有一点。也不像啊，这字儿。还是我来吧。早就跟你们说，有书不好好念，这一点儿在这里啊。你看吧，我说你不行了。真不行！黄甫大哥，我就不明白，这为啥要写个冤字在上面啊？接下来呢就要看你们兄弟了啊，帮我编一个故事传出去，就说呢我的师傅善贞呢，他不忍心他的媳妇儿守活寡，所以呢就显灵在那个贞节牌坊上面呢写了一个冤字啊，记得能编得多恐怖就编得多恐怖啊，鬼影重重，弄得人心惶惶，知道吗？好，知道了，没问题。你带兄弟们到城里面给我发放消息。好，我去。你们四个跟我走。那咱们干嘛呀？你们就留下来，把那些建材全都给我扔了。哦，来，都听见了吧？啊，都动起来！走！快点啊！你听说了没？昨天晚上善贞师傅显灵了呢，听说闹鬼呢。不对，我听说呀，是善贞怕苦了他的小媳妇，不想让他守活寡，所以啊，半夜显灵，把建贞节牌坊的民工啊都吓跑了。是啊，我家孩子他爹一早去上工啊，那场面更邪乎啊！怎么了？听说呀，那个地方刚刚建的门柱都塌了呢。这么邪乎啊？谁干的？谁干的？啊！去，把那些逃跑的民工全都给我抓来！还有，把县衙的那些个当差的，全都给我叫到这儿来，监工！行不行啊？行啊，放心吧。这可是上好的蒙汗药，我把分量控制得刚刚好，足够他们睡上一整天的。静儿，昨天没事啊，挺好的，挺好的啊，是不是？挺好的。是。走，走了啊！走了，今天天气好，走了，是空气也好，可不是嘛。你们为我做的事我都知道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没有，我们什么没有嘛？天气挺好的，天气好，天气特别好。快点！抓紧，使点劲儿！哎呀，快点！各位官爷，你们干什么呢？
还不赶紧给我滚开！哦，我们呢，看你们那么辛苦，特地带来东西给你们吃的，是来慰劳你们的。辛苦倒是不辛苦，就是命苦。哎，在这整天监工啊，没吃没喝的，都快饿死了。哎呀，都快饿死了，那就赶紧过来吃好吃的。来，叫他们都过来吃吧。啊，填饱肚子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弟兄们，都过来填填肚子。来，吃吧，吃吧。来，快，喝酒，打开，我来一会儿。哎，多吃点啊。好酒啊！好酒，好酒。不错。哇！哎，这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都倒了？哎呀，惨了！哎呀，遭天谴了！你们看看，全部都倒下了。这个贞节牌坊啊，真的不能再建下去了，否则会大祸临头的。快走吧！可是县衙逼我们做的，我们不做，他们会处罚我们吧？哎呀，可是你们想想啊，上面出来一个冤字，分明就是老天爷呢不想我们呢再建这个贞节牌坊。要是再建下去的话，肯定就是逆天而行啊！你想想啊，激怒了老天爷可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肯定啊，我们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，不会有好日子过的，以后有可能大祸临头，灾祸连连，民不聊生。哎呦，我说不下去了，你们自己想吧。哎呀，得罪了县衙也就挨几板子，可是得罪了老天，可是要咱的命啊！是，不能干！还说什么？还不快走！快走吧！哎呀，快走吧！啊！喂，我发现你口才真好，你不当骗子真是屈才呀！别笑我了，快点去搞破坏吧！皇上，臣得到密报，有一批来自西域的贡品，正在来的路上，其中有一件难得的宝物。亏你还是我朝的元老啊！什么宝贝啊，这么稀奇？皇上可还记得当年汉传国玺受损一事？莫非他们又找到一块和氏璧？皇上说笑了，和氏璧若那么容易得，也就不稀奇了。不过听说是一块从天而降的宝玉，通体碧绿晶莹，坚硬无比，取名通天玉。西域部落把它献给皇上，也是表示忠心啊。这么说还真是个宝贝。通天之玉，若是做了玉玺，意为我朝贵于天齐，可保我朝千秋万代繁荣昌盛啊！正是，若果真如此，那也是天意呀，皇上。看来西域尚未生异心，密切关注这批贡品，别让其他部落钻了空子。皇上请放心，那批贡品数量并不多。西域贡品大多以银铃为标志，即便有闪失，也不难追查。还有更大的隐情才初露端倪。根据密报，已经确定有奸细假扮商人潜入我朝，臣以为不能再拖了。若不强硬镇压，其他部落也将借机生事。还不是时候。如今各个部落蠢蠢欲动，都等着看我们的态度，所以更不能轻易出手。让你的人严加盘查，抓几个活口。臣遵旨。你说那司马奎，当真有胆子留下那通天宝玉？难道他真以为朕不敢动他吗？朕要是直接去问他，倒显得朕小气了。若是不问，朕又咽不下这口气。皇上何必费那心思呢？那通天宝玉到了皇上手里制了玉玺，那才叫通天宝玉呢。到了旁人手里，管他多难得，也不过是个稀罕玩意罢了。你这张老嘴啊，就会哄朕开心。朕不喜欢听你这些吹捧的话，说你心里真的想说的。就算你说朕是错的，朕也不会杀你的。皇上这是冤枉老奴了，在老奴的心里就揣着一件事儿，那就是让皇上平心静气，
皇上好了，老奴才能好。所以在老奴的眼里，没什么是非对错，只有皇上。以老奴看，皇上干脆就去高调搜查那些贡品，等贡品见了光，少了的东西，不管是谁拿着，都踏实不了，迟早得拿出来还给皇上。此话有理。人呢？哎呀！下官不知统领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恕罪啊！你的其他人呢？这个嘛，近日回华县涌入许多西域商人，其中可能藏有危险人物。朝廷有令，作为皇城外第一重县，必须加强巡逻，仔细盘查。现在人马不够，你马上召回你的人，支援各个城门，明白了吗？违令者斩！是，下官领命。撤。老弟，这赶了一路太累了，前面有个茶摊儿，咱们休息一下。是，二王子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要叫我二王子，别暴露了。啊，是。二公子，我记住了。撤。住手！哎，大人。黄甫谧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这是？我们也不知道干嘛，反正呢，我们在来的时候呢，就看到那些官大哥他们都躺在地上了，然后那些民夫呢，他们就走了。那我们当然不想他们走了，所以我们拿起家伙就想去追他们，正好你们就来了。所以我猜整件事情呢，应该就是他们不想干下去了，就把他们灌倒，然后他们就溜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一群酒囊饭袋！统领大人，要我查找身份不明的西域商人，现在如何啊？为今之计，大人，你瞧他俩，身强体壮的，要不就让他俩换上衙役的衣服，上街当差巡逻去吧。哎，你们两个，跟我换上衙役的衣服，上街巡逻去。什么？就你们俩？我们？掌柜的，来壶茶。哎，来了。武安，尝尝这汉人的茶。多谢二公子。二位客官，看你们的穿着打扮，一定是从西域来的吧？这出门在外得谨记，钱财千万不能露白啊！掌柜的，你是有话要跟我们说吗？你们是不是要进城做买卖啊？怎么，有何不妥？难不成天朝的皇上不允许我们西域人进城做买卖？皇上可不管这些事儿，二位啊是有所不知啊。这京城里的贪官恶霸，比豺狼虎豹更加狠毒。就像你们这般招摇，把成堆的货堆在车上，还没等你们买卖做好，哎呀，你们这些值钱的东西啊，早就被那些贪官恶霸给瓜分干净了。此地乃京城天子脚下，难道朝廷就不管吗？朝廷管不了这些，尤其是像你们这些出门在外的，嘿，这些奸臣呢，随便给你们安排个罪名，就可以把你们抓起来。别说你们这些值钱的东西了，恐怕呀，连你们的小命也保不住了。这事儿不止发生一次了，我劝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。你们二位慢慢用，我再给你们添点茶。这马车上的东西是用来救命的，不能有半点差池。二公子，你放心吧，我与这天朝太尉司马奎还有一些交情。咱们只要有了这座靠山，任凭其他官员再怎么胡来，也不敢把爪子伸到咱们这里。你放心，我这就去联络司马奎。你的这个方法是条良策，就依你吧。好，二公子，我去就回。
哎，换上这身衣服还真是精神。我们就是再精神，还不是跟梁柳卖的药材一样，都是假货。是真是假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嘿，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不知道我的人肯定猜不到，我居然是个山寨大王。山寨大王？那最起码你没有做过亏心事啊，没有欺负过那些善良的百姓，比起那些穿着狗皮作威作福的真衙役可强多了。在我的眼里呢，你就是条汉子，是真英雄。哇，你真的觉得我是一条汉子？真拿我当英雄？那当然了，哼，简直就是欺世盗名的败类。喂，你刚才夸我是英雄，一转头又骂我是败类。哎呦，我没骂你啊，我是在骂他。再是华佗啊，专治各种疑难杂症啊。哎呀，我师父单真他老人家呢，自幼师承华佗，数十年间只学了华佗的医术不及6成。而那个人呢，一看才50几岁，竟敢自称华佗在世，所以我敢断定，这个人呢，肯定是一个巧言行骗的假郎中，专治各种疑难杂症啊！啊，来诊病啊，诊病！哎，诊病嘞！再是华佗，专治各种疑难杂症啊！华佗在世，诊病嘞，诊病啊！啊，再是华佗。敢问大夫，是否真如华佗在世，可诊治顽疾之症？你是外地来的吧？所以说没听说过我小老儿精通于岐黄之术啊！就算是重病将死之人，经我手医治，也能够让他起死回生，枯木逢春啊！我是想问，哎，诊疾救病，首重望闻问切。我一望你，面如陈皮干涩，想必是伤了肺经。闻你说话时呼出的口气带有恶臭，那一定是伤了胃经啊！哎，我问你，我说的对吗？还真是。那你掏2两诊金吧，小老儿再为你仔细的把把脉，好对症下药啊。可我问的是我父亲的病，你都病得不轻了，先救救你自己吧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掏钱吧。哎，等等，喂，药方还没开，你给什么钱呢？敢问大夫，你说他肺经、胃经皆损，可我却认为他5脏6腑俱健无恙，面如陈皮干枯，是因为久经大漠之地，风沙吹刮所致，口气恶臭，乃因奸臣赶路，加上睡眠饮水不足，虚火攻心，并非如你所言身染重症，对吗？你什么人啊？凭什么说我给他诊病诊错了？就凭我是神针堂的传人黄甫密。你是神针堂的人啊？喂，看你这个江湖骗子，看到衙役还敢骗人，信不信我把你抓起来？我不会治，我不会治啊！哎呀，哎，等等，神医请留步！喂，别追了。难道你还看不明白？那是一个江湖骗子吗？有什么好追的呢？你是官差衙役，让我怎么相信？难道你会看病吗？他以为我们是官差呀！快这边！瞧你这西域人形迹可疑，来人，来押回去审问。是。追！跟过去看看。来，走。站住！站住！快站住！住手！不要伤人，以免引起两国不必要的争端。把人和车全部带走，交给县太爷处理。走，走。
哇，我们跟过去看看。当然，跟着他们。你们2人，一会儿说是珠宝商，一会儿又说公务在身，我看你们根本就是奸细。说，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放了我，没准儿还能保得住你头上那顶官帽。哦，你这是在要挟本官吗？来呀，给我打！是。给我往死里打，打到他说真话为止。